缺什么就是发国难财的开始。立法院不拨补预算就要涨电价，就是已经笃定要涨电价。缺电，云豹就赚饱。云豹是台湾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成功绿色企业家，意识形态可以当饭吃，真香！哎呀，你今天台湾的能源危机跟缺电风暴，不就是手动逃难吗？民进党更高端啊，创造国难，甩锅国难，解决国难，请的把钱拉出来，再赚一波政治 credit， 回去在斗内给绿色的政治人物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，可持续性的发国难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创造国难，甩锅国难，解决国难，请的把钱拉出来，再赚一波政治 credit。赚完这一笔这个绿油油的机制的第三个，还可以把它回去在斗内给他自己的绿色的政治人物。他把那个中央缺电马上撒一下，撒一下，警告我。电价这次大涨一波，拍板定案，工业的电价平均要涨 12.5%，10月16号马上要上路哦。民生电价的部分先暂时的冻涨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啊，小商店、住宅目前暂时冻涨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就涨价涨在人民的身上嘛，所以这是必然的一个连锁反应啊。民进党你就可以看到他自己拆穿了自己的很多的谎言。他刚开始不是在情绪勒索立法院，说你如果不拨补1000亿，我就要涨电价。那现在立法院总预算退回，所以还没进到实质审查，他已经就涨电价，所以就从头到尾就借口。他拿的是所谓的立法院不拨补预算就要涨电价，他就是已经笃定要涨电价，但是他要把立法院拖下来背锅，说就是你立法院今天退回总预算，逼得我只好涨电价，或者你立法院不让我台电拨补亏损，所以我要涨电价。他就是要涨电价，这个政府的套路是很清楚，反正他就是自己干了什么事啊，他就找一堆背锅侠，退回总预算他要拖韩国瑜当背锅，但是以他正常状态叫他当背锅侠。但是你今天看电价的第二个层次哈，昨天黄国昌不是有爆料那个大林电厂，对不对？80亿哈，这个强韧电网计划花了80亿来去补强嘛哈，结果呢，防爆的设施竟然可以助燃，就很扯嘛。电网强韧计划各位是5000多亿耶，拨补台电亏损已经拨补3000亿了嘛，竟然还要你再拨补1000亿嘛，对不对？加起来就1兆。还有一个是用增资的方式拨补啊。对啊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一兆叫做钱，那一兆到哪里去？对了，强韧电网谁来接标案？这么讲套路，第一个套路你就会发现哈，这是民进党就发国难财的套路。电呢有问题，缺电云豹就赚饱，然后缺疫苗就高端赚饱，所以它这是套路一。好，套路一就是缺什么就是发国难财的开始。我们将心比，我觉得政治是回到人性。如果不要讲说什么道德操守很高的人除外了哈，你回归到一般的人性。既然我越无能哈，我可以赚越多钱，你再奖励一个人什么无能嘛？那你越给我钱，对不对？我越断你啊。燃煤、燃气贵一点，但都3块多哈。他是先创造老百姓的悲惨，就当时农委会决策是有点问题，明明要鸡瘟你就杀母鸡，结果一个母鸡杀过头之后，整个市场上大缺蛋，人为制造缺鸡蛋吗？意识形态可以当饭吃吗？还真能创造饭吃啊！所以以前说发国难财，被动等着发国难财，等着国难掉下来啊，国难掉下来好棒哦，缺蛋了超级棒，缺电了超级棒，可以发国难财。民进党更高端啊，他创造国难来发国难财，手动造难。你今天台湾的能源危机跟缺电风暴，不就是手动造难吗？是他们创造国难，再用国难发财。那缺蛋可能也是啊，我们讲那个蛋鸡的政策哈，你蛋鸡的那个做法，那扑杀的什么的做法，做过头了，搞到所谓的缺蛋的问题，那是不是手动造难？人家哈比较低端的国难财的发法是专门等，赶快国难哈，但他自己不敢弄，他创造国难还是太缺德哈，就是说我等国难总可以吧，守株待难，算是比较有点良心一点点。国难来了再发国难财啊，等国难不如自己创造国难，国难就是发财的好机会，我怎么会等国难呢？这笨蛋，我当然创造国难啊！民进党就是这个套路，光电啊、风电啊加起来对不对？2兆中间动辄几千亿啊！那请问那些都谁分配？都民进党分配啊！你人为创造缺电，可是我高举了反核的一种这个道义，笼络我一批钢铁选民，创造了缺电之后呢，那我又借着呢要弥补能源缺口，所以要拨补嘛。你不拨补再一档的锅，拨补之后我赚到，我还可以把这拨补里面的钱再拿出来再大内宣。台电一定需要绿能的合作厂商，那云豹是这几年台湾万丈高楼平地起典范啊，成功绿色企业家。我想机密预算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很简单了。你讲我们的机密预算3000亿，随便讲啊，这是机密预算哦。你要打开对，不可以打开，打开就泄密，然后里面
就是罗志强分2000亿，因为你看不到，你也不知道我里面写什么啊。我机密算里面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。你看就说你泄密啊，你看就要法办你啊。里面当然我爱分给谁就分给谁啊。那我今天还跟你客气啊。像你想所有东西用机密 ，NCC 叫他给的报告书1000多页，他全部给你涂黑啊。它里面就是很多的弊端啊、黑幕藏在里面嘛，他就不敢见人嘛，就用做所谓机密做借口，国家安全做借口，意识形态做借口。农委会就是那时候农委会神秘的就宣布说。现在市面上因为洋葱不够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协调进口厂商来释出冷冻蔬菜，连国难发生的时间都掌握得很，守株待难最低级，创造国难是中阶的，国难发生时间点先直接预做发财安排，最高阶。补充一下，我讲洋葱只是举个例，不是真的是洋葱或是什么蔬菜，因为这个不能透露人家会死来两个去。当然啦，我发现赖清德跟蔡英文还是有个不一样啊。对，蔡英文是大案小案有案不办，民进党所有案子他通都不办，但是在野党案子他还是会办哦。执政党是办得很高，但是轻轻放下。这个蔡英文是根本不办哦，对，蔡英文是直接摆烂了，对，直接摆烂，通通不办。然后郑文灿压7年不办，然后这个超市不办，然后这个高端不办，然后这个啥都不办，完全冻结。赖清德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？大案小办。然后呢，真的所谓的像郑文灿这种是少之又少的特例，看柯文哲叫大案大办嘛。我们的政府办超市是这样，网开3面，剩下那一面还打18个洞，大家赶快跑啊！我就是做个样子，不要误会搞了1年，而且连个林聪贤跟50万赚3800万的那个手续费，然后拿4亿的单，那4亿单又不知道可以赚多少。你这样跟我讲说是一个科员就能决定，你相信吗？郑文灿的案子很安静，蒋万不出来带风向，现在没有啊。然后安安静静，他会不会有一个暗盘这边跟你讲说，今天知道了乖乖的反正民进党的司法案子过个几年之后，大家没关注之后，你也不一定被去关啦。你去看郑文灿的那个整个方向强度，你再对比柯文哲有没有差别？但是他还算有办，他也办了正主，就郑文灿超市跟东岸停车场就是典型的大案小办他不办正主，他去办底下的，打苍蝇不打老虎，然后用这个博美名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强化他今天他在野党的一个正当性嘛。就今天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办柯文哲，然后遇到的陈吉仲林聪贤就网开3面大破网，再放那边安全过关。可是这个就对于他们的舆论很有效，把柯文哲往死里打，变成他某种程度上除了反对他的人之外，但对中间选民来讲就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，因为蔡英文是太烂了，蔡英文就什么都不办了，就烂到极点了，蔡英文就只办蓝不办绿，是你没有搜索郑文灿，扣不到物证，将来在定罪你的证据强度就会很弱，但你今天搜索得到证据强度就很强啊。对，像柯文哲他今天到这个地步，就是搜来证据强度就会比较强，他就顺藤摸瓜嘛。对啊，那顺藤摸，对，就这样牵嘛。他就抓你，他好多的细节可以抓你。你今天不搜郑文灿，那请问你能怎么办？那看我就是在打这件事，最后才去搜索他，才抓到了一些实质的物证。就郑文灿这个灭证也灭得不彻底了，对，保冷的，他忘记了，他钱太多，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。可持续性的发国难财真的是太爽了。